相信吗？以前多少人想去混的杭州，现在居然没人了。曾经打工天堂杭州，现在却成了空城。都说杭州啊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因为这里可是全中国最赚钱的省份，也是浙江省的省会。作为六朝古都啊，这里是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总部，更是网红最多的城市。如今却门庭冷落，人烟稀少。曾经那个下班之后人挤人的拉稀街，现在一半的商铺都在关门。22年的时候啊，杭州还新增了17.2万人，到了今年呢，只剩下14.6万人。我旁边这栋楼就是杭州的网红楼丽晶国际。那么据说这里当时最高的时候是住了有2万人呐，现在只有8000人左右了。而且当时这里好像是住了好多的这个网红主播。那么据说当时这里甚至还有这个杭漂第一站，还有这个一栋楼的 GDP 堪比一座县城的这些夸张名号。但是后面因为一些污名跌落了神坛，而且据说有10个杭州人里面就有1个朋友是住在这里过。你有没有在这里住过呢？有着2200年悠久历史的杭州是中国7大古都之一，曾被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。然而呢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，失业率不断攀升，实体店大量倒闭，杭州的经济可谓是一落千丈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当前杭州最真实的现状。家人们，曾经杭州最火的商场，你可以看看，现在全部都倒闭了，2楼、3楼没有人，荒无人烟。现在1楼变成一个小孩玩羽毛球的球场了，全部都倒闭了，家人们。对，出租、转让、出售、旺铺转让啊，商场都没有人，你转让什么？虽然说有几家没有倒闭，但是也在倒闭的路上。真的是太难了。现在杭州的真实情况就是60%的老板已经发不起工资了，说出来大家可能都难以置信。刚刚和几个同行在那边小酌了几杯，大家都在感慨啊，发现现在不只是少数的公司面临破产、倒闭、负债，还有很多的大公司、大企业呢都在裁员，小公司那就更别说了，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啊。今年能不能撑下去还是个问题。像我上班的这一块下沙呀，那个写字楼你进去看看，基本都是空在那边的。这几年的大环境确实很不好，各行各业都很难，老板们过的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。再想想，老板都如此艰难，那我们打工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杭州这座城市压力真的很大。刚刚下班，然后准备出来买点东西，然后从电梯门一出来了以后，就发现清一色一排的外卖小哥在那坐着等单，其中还有一个女孩子。女孩子，我观察了一下，应该做的时间也蛮长的了，不然肯定也坚持不下来。因为做外卖的话，还是比一般的工作要辛苦得多。给我的压力就是感觉很大。现在夜市处处是套路，杭州夜市更坑，像这种大政府的夜市一律不可以干。每家家家都不挣钱，每家都挺好吃，就是没有人流，回头客也很多，就是不挣钱。所以说这就是本地人不消费，外地人没有。所以说以后这种夜市大家不要去做。一夜之间杭州变了，变得没有厂了，到处都是拉着行李箱找工作的工人，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工人。其实工人已经不挑了，有一个管吃管住空调车间，一个月拿个5、6千块钱的工资，他都愿意去干。可是即便这样的要求也找不到，企业要5个人能去50个，企业要10个人能去100个。而杭州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是以女生为主，单独的男生好像没有媳妇儿没有伴儿，他就很难去进厂了。要再盲目的吹杭州了，如果再继续吹下去，就有好多人都会嘎在杭州。我来杭州已经2个月了，还找不到工作。网上都在调侃，2025年最惨的死法就来杭州找工作。杭州环境虽然很好，交通也很方便，可是生活成本太高了，租个单间得1000到1500啊，下楼吃一碗面，随随便便得20、25块钱，随便点个外卖都是30块钱、20块钱啊一餐，一个月下来啊，生活成本就真的达到了3000块钱。就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来杭州，没有学历、没有背景、没有文化，
公司也就在5000块钱。可怕的是，5000块钱左右的活还要排着队去等，有些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们敢相信吗？我感觉在杭州找工作好奇怪呀，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就是你在 boss 上，你和 HR 聊得很好，而且呢，他会和你说，哎，你很合适我们公司，你什么时候来面试啊？我说，哎，好呀好呀，当然可以呀。然后我说，那既然我要面试之前，那我就问一下咱公司的一个薪资情况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那咱们的，请问一下，我还很礼貌的说，请问一下，方便知道一下咱贵公司的一个薪资情况和那个五险一金吗？然后他很久他都没回我，然后我就退出去了嘛。过一会儿我进来之后发现已读不回，已读不回啊！你就说咋的了啊？已读不回，那就算了吧。好，但是我问了，如果就1、2个这样子也就算了，但是不是1、2个啊？是10个里面有8个都是这样子的。杭州1000多万人口突然集体戒掉吃饭，这是你能想象的吗？做餐饮的啊，说没人到店里吃饭，都回家买菜做饭了。菜市场卖菜的呢，又说买菜的人都在外卖平台点餐了。跑外卖的啊，又说现在订单大不如从前了。有人说城里的人都回老家了，可是呢，从北上广回来老家的人又说啊，老家的商场冷清的都能拍鬼片了。更诡异的是啊，这个现象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都在上演。消失的消费者到底去哪儿了？外卖小哥啊，说是预制菜出家。预制菜厂家甩锅给社区的团购，社区团长又甩锅给临期食品店。这场甩锅大赛啊，让全国的经济学者都看不懂了。今年杭州真的是走了好多人，流失10-20万人口肯定是有的。原来多么热闹的城中村呐，现在人也少了很多。像这种房子，原来都租1200-1300，现在几百块钱就租，就这样都没有人来租，真的是搞不懂，人们究竟去哪儿了呢？明年的经济会不会好起来呀？有网友说，杭州现在实体店倒闭率已经达到了80%，那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去逛街，1年前街上有100家店，1年后只剩下20家店了，而且剩下这些20家店并不是生意有多好，而是这些老板都在苦苦的死撑。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大背景之下，杭州楼市现在也扛不住了，不仅房价断崖式下跌，大量房屋根本就无人问津。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小区吗？这个小区啊，我估计杭州99%的人都不知道。这个小区呢，之前啊卖了800万，现在呢200多，我操，直接腰斩。房子呢非常漂亮，都是现房，每家每户带100平的一个大花园，而且还赠送你40平的菜地。杭州的叔叔阿姨啊，来养老度假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敢相信吗？我身后杭州西湖区地铁口边的这个小区，20年的时候，你们拼死拼活花了1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还是同样的这个房子，开发商急得屁股冒火，总价26万就可以买到精装修的现房，还是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。杭州的房子现在根本卖不动，现在杭州在售的新房加上二手房，加起来一共超过了36万套。什么概念知道吗？就是全杭州的房子啊，你一天看个10套，你得看个100年还看不过来。别看有些楼盘摇号很欢，但是很多新房还在疯狂打折啊，8折、9折满天飞，甚至更低的7折、6折都有的卖。二手房更惨，很多都是以价换量。你以为你家小区没有价吗？你醒醒吧，挂牌价是没有价，甚至贝壳上挂牌价还稍微涨一点，但是实际啊，成交价格早就跌穿了。深圳、杭州的楼市4月份现在已经全面萎缩，直接掉头向下了。现在在深圳，我告诉大家，他们只能是帮房东卖笼子，只能做这个业务了。就是现在你再想让别人去什么忽悠别人去上车，已经很难。所以你们看看，现在其实都是在帮房东在出货。很明显，关税战、贸易战，它对我们的实体经济本身它还是有直接影响的。所以你就楼市你就不可能好。这个房价再这么跌下去，杭州真的很多家庭都要崩溃了。杭州目前至少有1/4的家庭，事实上已经破产了，他们的负债已经远超手里那点可怜的资产。就是因为过去几年在杭州高位买了房，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，现在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正在发生，就是杭州的法拍房越来越多，有几十万的，也有几百万的，他们的工作出现了问题，生意出现了变化，现在已经还不起贷款啦，哪怕他把房子都卖了，都不够还银行的钱。其实杭州这种低迷的现象，在浙江省现在其他城市当中，乃至中国的各大城市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实。在中共政策多变、美国关税的多重压力之下，浙江可谓说是贸易战风暴中的重灾区，几乎被吹得摇摇欲坠。2024年，浙江外贸依存度达到 58.4%， 而对美贸依赖度占 GDP 比重更是高达了 71.4%。这就意味着浙江每创造1000万的 GDP， 就有710亿元与美国的贸易息息相关，经济命脉与美国市场紧紧捆绑。如今贸易战寒流袭来，浙江很多企业公司都徘徊在亏损和破产的边缘，有的企业撑不下去，无奈放弃经营，选择了躺平。在宁波，今年80%的中小微企业可能都会垮掉。现在好多年产值几千万到1个亿的企业都赚不到钱，甚至超过50%的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。很多企业表面上毛利润有30%，净利润有10-15%，账面上看着有几百上千万的利润，实际上可能连10万都没有。现在各个工厂85%的在亏钱，10%的在持平，只有5%的工厂还在盈利。你还别真不相信，你可以调查一下，今年的工厂基本上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岗位，基本上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牲口用，老板当超人用。浙江，我们打工人还能待多久？都说呢，浙江的工资高，不远万里呢来到浙江，我们才发现真的是狼多肉少。今年的浙江和往年的浙江大不相同，往年的浙江呢至少是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的，但是现在的浙江就是岗位越来越少，越选越差，工资呢也是越选越低。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到浙江10天半个月也找不到一份工作。说实话，这些人并不是真的眼高手低，而是100个人在抢1个岗位的时代真的到来了。今年在宁波做贷款中介，最心疼的就是那些自己开个小店的老板，基本上365天，天天都在上班打工。你上班还能歇个几天，睡个懒觉，那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，全年无休。那有的人说了，自己开个店多自由啊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你这么想肯定就错了。那老板一睁眼就是成本，房租、水电、人员，一点都少不了。一天不营业就得倒贴啊。最扎心的是，有些老板到最后熬光了存款，熬垮了身体，最后还得找我们喘口气儿。说真的，不是他们不想歇，是现在的形势真的不允许他们歇。今天来到义乌柳青夜市，今天又来摆摊了。不摆摊吧，错过1个亿；摆摊吧，摊位费都没赚回来，真难，真难。一年比一年难。看看现在10点多，没人了，又要倒闭了，卖不动，都卖不动，都是在玩手机，倒闭了又倒闭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